你发现没？迫击炮上也是有瞄准镜的，而且在开炮之前，炮兵还会装模作样的瞄上一阵子。我就纳闷了，迫击炮不是打抛物线的吗？迫击炮不是打小山丘后面的目标的吗？迫击炮它不是把自己藏在掩体里面的吗？很多时候它根本就看不到目标，那装个瞄准镜瞄啥呢？原来迫击炮上的瞄准镜是不需要瞄准目标的，哪怕瞄的是旁边的一根杆子，也是可以准确命中目标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迫击炮瞄准的知识。第一步，先准备一门迫击炮。这个有点难哦。我也没有。那咱们就一本正经的开始纸上谈兵吧。迫击炮采用的瞄准方式叫做非直接瞄准。假设目标是 A， 迫击炮是 B， 由于 A 被挡住了 ，B 看不到，所以 B 就瞄着 C 开炮，然后 A 就被击中了。这个操作是不是有点反直觉啊？按照我们的通常理解呢，不是应该瞄哪儿打哪儿吗？怎么会瞄着 C 却让 A 躺着就中弹了呢？原来我们理解的这种方式叫做直接瞄准，瞄准方向和射击方向是始终保持一致的。而非直接瞄准嘛，瞄准方向和射击方向就很有可能是不一致的。那么该瞄哪儿呢？非直瞄的方式其实有挺多的，我们今天只讲其中比较好理解的两个，一个是瞄准观测站的方向盘，另一个是瞄准一前一后的两根标杆。方向盘 aiming circle 在这儿是一个军事术语，指的并不是我们汽车上面的方向盘，它更像是建筑工地上用来测会用的经纬仪，是用来测量方位角的。方向盘一般设置在迫击炮的前方，可以同时看到目标和我方阵地的地方。先用它来瞄准目标，得到基准射击方向，然后再把它转动来瞄准我方迫击炮的瞄准镜。此时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基准射击方向同方向盘与迫击炮连线之间的夹角，这个夹角叫做分划。我们假设它的大小是 A。接着，观测站把这个测得的分划报告给迫击炮阵地，迫击炮瞄准手拿到这个分划之后，就可以先把自己的瞄准镜上的分划设定到这个数值。你可以理解为在设定完之后呢，瞄准镜的瞄准方向与炮口方向的夹角就变成 A 了。然后他再用瞄准镜向方向盘去瞄准。根据简单的几何常识，我们就知道此时的炮口方向自然已经同基准射击方向平行了。迫击炮射击当中的一项重要数据方位角已经解决了。但是好用是很好用啊，不过实战中的迫击炮呢，要的就是灵活轻便，非要打上个方向盘，既降低了反应速度，又容易暴露自己，有点不太划算啊。所以迫击炮通常是不用这个方法的，而是改用两根杆子。这两根杆子是拿来瞄准目标的，相当于是确定出了基准射击方向。这个方法叫做双标杆瞄准法，它们会被插到能够看到目标的地方，然后迫击炮呢就架设在它们后面的掩体内，或者是有助于隐藏自己的凹坑里。不过得要保证从迫击炮的瞄准镜里面是能够看到这两根杆子的。接着呢，就用瞄准镜来瞄准前面的那根杆子，在瞄准的同时，炮口和瞄准镜一定要是一起动的。瞄准好之后，炮口停下来，继续让瞄准镜去瞄准后面的那根杆子。于是瞄准方向就同射击方向之间有了一个夹角，假设它是 B。接着呢，再用瞄准镜回过头去瞄准前面的那根杆子。而在这一次的瞄准过程当中，炮口需要跟瞄准镜一起动起来。当它最终停下来时，对着的方向应该就是两根杆子瞄着的敌人所在的那个方向了。真这么巧吗？其实从图示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也是利用了几何当中两条线段在被第三条线段穿过之后，如果所形成的同位角相等，就说明这两条线段是平行这么一个公理的。但这里面有个 bug，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出来那就是两根标杆和迫击炮之间的位置安排是有玄机的。简单说，它们得要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才行。至于为什么呢，我就交给你自己来思考了。你只需要在纸上画一画就能够明白了。好了，这就是两种用于测量射击方位角的瞄准方式了。但光是这样还不能发射炮弹因为迫击炮还需要知道高低角，然后根据所使用的弹药来达到正好的距离上，那就还需要测距了。既然都讲到这儿了，那我肯定是要把你教完整测距可以用到拇指测距法，伸出你的一只手臂，给我点一个标准的赞，然后眯起一只眼睛，在需要测距的位置附近找到一个你大概能够估计出宽度的东西来，让大拇指跟它的一头对齐。接着呢，手不要动，换另外一只眼睛眯着看，大拇指的位置移动了，把它在你的参照物上移动的距离乘以10，大概就是你离目标的距离了。举一个例子在远处停着一辆公交车，当你眯起左眼时，看到大拇指位于车头的位置，而眯起右眼时，看到大拇指正好跳到车尾了。根据我们的经验，一辆公交车的长度大约在10米左右，那么这辆公交车离你的距离大约就是100米了。
这个呢，同样也是用到了几何当中一条非常经典的公理：两个相似三角形的对应边成比例。我们的瞳距与手臂长度的比例大约是1:10，所以它的相似三角形的底与高的比例也就是1:10了。而这个相似三角形的高，不就正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目标距离吗？好了，这下距离也知道了，所以就可以把迫击炮的高低角也设置好，我们终于可以对准目标开炮了。你学会了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1941年9月8日，德军完成了对列宁格勒的陆地包围，由此这座苏联第2大城市便开启了其长达872天的围城之苦。除了陆地上的围困呢，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国空军也从空中对列宁格勒展开了大规模的轰炸。这座城市摇摇欲坠，但是你万万想不到，就是在这个时候，12名勇士站了出来，用他们的超凡能力拯救了这座城市。听起来像是一部好莱坞电影的剧情嘛？超级英雄拯救人类于邪恶力量之手。不过那是编剧编的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呢是真实发生的，而且这12名勇士一点也不超级，别说超级了，他们连正常人都算不上，因为他们全部都是盲人。是的是盲人拯救了列宁格勒，所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画面上这个东西呢，相信有的朋友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即使之前不知道呢，你看它的造型，猜也能猜个8九不离10了吧？它学术一点的名字叫做声音定位器，通俗一点的名字呢，则叫做战争大号。是在早期缺乏雷达的情况下，或者是雷达技术还不那么靠谱的时候呢，用来侦听敌方飞机的装置了。当然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还没有飞机可以听因为那会儿还是1战。法国人和英国人发明的这个玩意儿呢，是用来发现德国的齐柏林飞艇的。到了2战时期，虽然雷达开始崭露头角，但是战争大号的地位呢，仍然是没有被撼动的。各个参战国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听诊部队，使用五花八门的大号对着天空，不放过一丝的异样当然，苏联也有自己的听诊部队，他们当然也在列宁格勒被围期间和雷达一起担任起了防空预警的重任。他们被称之为偷听者。一开始呢，是由特别挑选的具有卓越听力的士兵所组成的，他们会不断旋转这些大号，将自己的耳朵紧贴上去，尝试在里面听到强度均匀、特征明显的敌机的嗡嗡声。然后便立即警告其他同志，随后呢，众多探照灯的光束就会搜索天空，寻找目标，防空炮火呢也会进入到战斗状态。但是很不幸的是第一批偷听者的努力成效呢并不理想为什么呢？其实防空指挥部很快自己也反应了过来因为探测敌机需要的不仅是卓越的听力，而是非凡的听力嘛。谁才有可能具备非凡听力呢？盲人嘛。因此到了1941年末，防空指挥部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措让盲人参与城市的防御。调查之后，他们发现到了1942年初，列宁格勒城中只剩下300多名有视觉障碍的人士了，其中许多人呢是在专门的工作坊里面制作建筑物的伪装网，为军队制作手套，或者是为伤员制作拖鞋等等。其他人则通过音乐组合的表演来提高军人的士气。好，更重要的任务将要交到他们手上了。偷听者的选拔即刻开始，这将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选拔首先，女性就没有被考虑，因为这项工作需要巨大的体力和耐力30人通过了医学评估，其中20人接受了特殊的培训课程，最终挑选出了12名听力最为出色的男性，组成了偷听者，并部署到防空炮兵团。这些新上任的军队声学专家们呢，以前只是在为钢琴调音或者是演奏手风琴时表现出色，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承担最为艰巨的工作负荷，并且在持续数小时的轮班中发挥他们的特殊技艺。在城市受到炮弹袭击时，在火炮的轰鸣声中听出飞机的嗡嗡声。不用想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工作列宁格勒围城幸存者作家和诗人塞缪尔·比托沃伊在他1974年的小说《列宁格勒叙事歌谣》中，生动地描述了盲人偷听者的英勇事迹。他们摘下耳盖帽，戴上几乎遮住了整个脸部的皮头盔，斜靠在椅子上，将扩音管缓慢而警惕地转动着。空气中有各种各样的噪音形成了持续的喧嚣，不时的远处的机枪声、炮弹的呼啸声，或者是爆炸地
雷的沉闷声混合在了一起。这种扫描空气的工作呢，通常会持续数小时，有时甚至长达一整夜。而在这所有的时间里面，扩音管必须要保持转动，偷听者们必须保持头部不动。比托沃伊写道，由于过度紧张，他们的太阳穴开始剧烈跳动，颈椎感到僵硬，监控天空需要难以置信的努力、专注和决心，因为可疑的声音随时可能会出现，非常艰苦，对不对？但是回报几乎是立竿见影的。这些视力受损的防御者立刻就展示出了他们巨大的效能，他们能够在敌方各种航空器接近前，很早呢就探测到他们的存在。也许在城市中看起来一切都还是很安静的时候，偷听者们就已经警告了即将到来的危险了。他们可以辨认出逼近的德国飞机的类型和型号，有时还能够确定飞机编队的大致数量可以说比当时的雷达靠谱多了。在整个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呢，由于他们的贡献，成千上万的生命得到了拯救，数百个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他们也因此在1944年列宁格勒迎来最终的解围之后呢，获得了许多特殊的表彰。不过你知道故事的最后是怎么结尾的吗？在惩恶扬善之后，这些超级英雄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平民职业当中，引入尘烟，仿佛世外高人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星舰的这次发射到底是算成功还是失败呢？先把你的答案打上公屏。我觉得成败之分主要是看炸的这枚火箭是谁家的。如果是像 NASA 这样的政府机构炸了火箭，就是一种失败；但如果是像 SpaceX 这样的商业公司炸了火箭呢，那可能就得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了。为什么？因为通常来说，政府机构为了建立自己的信任感，是几乎不允许失败的。于是为了这样的追求呢，他们就毫不吝惜时间和金钱。就拿前段时间虽几经周折，但最终也是成功上天的 SLS 太空发射系统火箭来举例NASA 就采用了非常保守的线性设计方法，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和长达10年的时间，才成功实现了首飞。这里面其实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呢，都是花在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会和分析会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在第一次飞行之前找出所有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故障，以保证自己不会在公众面前出丑嘛。因为这样的出丑呢，代价往往是巨额的经济损失如果再涉及到一点的人员伤亡，那就更是无法交差了而反过来，私人航天公司呢就没有这样的压力了，他们反而还需要一些失败呢。因为坐在会议室里面讨论火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是一种方法，而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呢，那就是将火箭开发到足够好的状态之后，就开始让它飞行了。因为飞行才是火箭的最终状态嘛，自然也是测试它的最好状态了。这样你才能够提供出最有价值的真实的数据，而不是那些理论上的故障于是你必须就要接受一些失败嘛，并且拿着这些失败去找到问题、修复问题，不断的逼近成功实际上 SpaceX 是给自己的失败留下了不少的空间的，因为它已经建造了3枚几乎可以飞行的超级重型火箭。而且SpaceX 可以在 NASA 建造1枚 SLS 火箭的时间内建造10枚超级重型火箭的第一级。所以如果前5枚都失败，但接下来的5次都成功了，那你觉得哪种结果会更好呢？咱们再展开一下，如果在2-3年之后 SpaceX 正在发射和着陆10几枚或者是更多的超级重型火箭，而 NASA 的方法只允许它每年进行1次发射，对比之下又是哪个更好呢？所以我对这次星舰发射的看法是，它当然是成功的。虽然它最后的确是爆炸了但 SpaceX 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它很快又将再次起飞，星舰时代开始了，火星移民真的是不远了。好，夸完之后，我们也要来吐槽一下这次的测试最大的槽点送给星舰的第0级，也就是它的发射底座与其相关的设施了。咱们来看这几个相当令人震撼的画面。首先是发射底座在发射之后惨不忍睹的照片混凝土分崩离析，只留下了里面残破的钢筋。原本平坦的地面呢，已经被33台猛禽发动机喷出的烈焰给烧出了一个陨石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Elon Musk 坚持不挖导流槽嘛。他觉得咱用的这水泥多好挖个导流槽多费事儿里面还要装上需要经常更换的导流板，多贵最重要的是，我这星舰是要在火星上起降的，到了火星，难道也要搞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吗？所以咱们从源头上就把它给毙了，不可以吗？
这次的测试告诉他呢，不可以。实际上他之前就已经有所担心了，还发了个推说我们刻意不用导流槽的想法，也许会被证明是个错误。的确，这次证明了估计他得铁了心的要改了吧。另外一些画面告诉我们，这些缺失的水泥块都到哪儿去了？你看这些被抛到几十甚至上百米的高空当中了。然后这儿看到海面上溅起来的水花了没有？同样代表水泥块被射到了100多米以外的海面上。还有这个镜头架设在发射架附近的摄像机捕捉到了其中的一个水泥块击中这辆汽车的瞬间，撞击力度实属不轻并且同样还有很多的碎块从摄像机的正前方飞过去。当然这些都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飞溅的碎块没有朝外走，而是往里撞的情况了。我们可以看到33台猛禽其实在一开始呢就有3台是没有工作的，所以就很值得怀疑，是不是他们一开始就是被发射架的水泥碎块给撞坏了呢？再接着星舰在一路上升当中呢，又有几台发动机发生了故障，直接导致没法达到1、2级分离的标准，所以有可能有些发动机或者是液压管路，尽管在发射的时候没有被毁，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损伤，才会在巨大的工作负荷之下撂挑子不干了。当然，这些都是假设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相信 SpaceX 肯定会深刻反思的。总之，咱们呢就期待着这枚怪兽的再一次起飞就好了。万物有始有终，永生貌似成为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追求就连能量巨大的太阳在50亿年以后呢，也会消耗殆尽，走向生命的终点。但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地球在运转了几十亿年以后，还真就孕育出了一种能够永生的动物永生它还不算，它甚至还能够返老还童，让生命重新再来一遍这个越听越邪乎的不死之身呢，就是生活在热带海域的灯塔水母了。说到返老还童，我们很多人会想到金庸笔下的天山童姥。天山童姥6岁开始练功，每30年返老还童一次，看上去呢永远都是6岁小姑娘的样子。灯塔水母可以称得上是海洋当中的天山童姥了。由于独特的繁殖方式，灯塔水母能够从成熟阶段直接就恢复到幼体阶段，这种独特功力让灯塔水母成为了地球上唯一一种可以进行逆转化的生物。怎么样？这特异功能够牛吧？其实灯塔水母看上去平平无奇它的直径只有4到5毫米，是一种小型水母，身体呢呈中型，外形与其他水母也没有太大的差别。灯塔水母全身透明，只有一个红色部位呢是它的消化系统，它的胃呢像红色灯泡一般的鲜艳，所以灯塔水母的名字也由此而来。灯塔水母主要分布在加勒比海，以浮游生物为食，在20摄氏度的水温中达到性成熟只需要30天。我们都知道生物进行繁殖呢有2种方式，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有性繁殖是通过两性生殖细胞结合进行繁殖，自然界大部分的繁殖方式呢都是有性繁殖，而无性繁殖呢是由母体直接产生新的个体的生殖方式啦。无性繁殖虽占少数，但是也很常见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就是典型的无性繁殖的现象。灯塔水母的原始形态为水螅体，可进行无性繁殖；性成熟之后的水母体可以进行有性繁殖。一般情况下，灯塔水母是通过有性繁殖来繁衍后代的。有性繁殖之后呢，灯塔水母就会死亡了。但是在1996年的一次试验呢，让人们十分的意外意大利研究者皮拉伊诺等人对4000只灯塔水母进行了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转化诱导实验，不同发育阶段的灯塔水母均出现了水母型转化为水螅型的现象。灯塔水母能够再次回到水螅型的现象被称作为分化转移。如果它在性成熟之后无限次的进行分化转移，岂不就能够像天山童姥一样返老还童，永葆青春了吗？这个研究的结果一出引起了一片哗然，媒体开始疯传灯塔水母解开了返老还童的密码。其实从严谨的科学角度出发，灯塔水母真的可以返老还童吗？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水螅型和水母型呢，只是灯塔水母的不同形态，并不能判断其幼年和成年的区别啦。就好比说，有一个人他有胖的时候，也有瘦的时候，但并不能代表他胖的时候就是幼年或者是成年嘛。其次，返老还童应该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状态，人家天山童姥可是每30年就能够返回一次6岁但皮拉伊诺的实验当中呢，灯塔水母只实现了1次分化转移。
能否永无止境的循环这个过程，还是不能盲目的下定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实验当中能肯定的结论是，灯塔水母在环境变化时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能够从有性繁殖切换到无性繁殖的状态。但说它能够返老还童，多少就有点炒作的意思了啊。直到现在，类似灯塔水母能够返老还童的文章呢，还是大量的出现啊。我们可要当个严谨的科学迷，千万不要上了科学漏洞的当哦。如果你拆开一个音箱，看到里面的电子元件居然是插在面包板上面的，你是会哭还是会笑呢？我当然会笑了啊，因为这个音箱呢是我做的，而且它居然还真的能够发出声音来啊！不，释放出美妙的音乐。我当然知道它的音质其实没那么美妙了，但是啊，对于一个把寥寥几个零件插在面包板上的音箱而言，它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超出了我的预期的。因为实话告诉你啊，我在装这堆零件的时候呢，是没有觉得它真的能够工作起来的。结果换来了一个意外惊喜，而且它不光可以听音乐哦，接上电脑看电影也是杠杠的。说说我的抖音怎么样呢？哦，不错不错，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另外，它的颜值还不错吧？整体呢几乎都是用 3D 打印制作的，只有底壳部分用了椴木板切割，还雕上了我的 logo， 算是把我这段时间攒的设备都测试了个遍啊，充分体现出了折腾的意义啊。当然，懂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个音箱上面趴着的这只银色斗牛犬，其实出自一台正儿八经的音箱，只不过是我用知相光电最新出品的 Range 3D 扫描仪给扫描了下来，缩小成了这个更萌的比例了而已。但原本啊趴在这儿的就不该是它嘛，而是这个家伙，我们家的毛孩子。是的啊，拿到这个 3D 扫描仪的第一时间呢，我就想到了，可以把我们家的狗狗扫描下来，然后学着这只斗牛犬也做一个专属的音箱出来嘛，应该会很有意思啊。当然，我在第一时间呢也意识到，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家的狗子虽然比较乖，但是也没有乖到肯听话的纹丝不动的蹲在这个转盘上，让我有时间将它扫描下来啊。只能试一试吧。结果简直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啊！它是一刻都不愿意待在这个转盘上，即便好不容易哄到在上面蹲了一会儿，也会在打开转盘电源的一瞬间呢，果断的跳下来，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只好放弃了。好吧，你赢了，随便你嘚瑟吧。所以现在才换成了它嘛，毕竟它想让我扫多久，就能让我扫多久嘛。Range 3D 有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呢，是可以直接接着手机来扫描的，而且手机上面的 RevoScan 软件工作起来呢，也相当的稳定。选项不多，所以没有入门的压力，基本上凭直觉就可以开始操作了。由于我在扫描出来之后呢，只是用来 3D 打印的，所以基本上选择的都是扫描白膜。彩色扫描应该会生成相应的贴图，玩法又是不太一样的啊。至于精度方面，像这么个大家伙，普通精度足够了。你们看我的这个斗牛犬打印出来，好像表面并不是很光滑，对吧？那是我特地简化过的啊，几乎去掉了99.88%的多边形，要的就是这种类似垂纹的质感。实际上呢，表面是非常细腻的。接下来就是扫描的环节了，配合这个电动转台真的是很好用啊！它的承重也很棒嘛，本来就是用来站人的。我基本上只用从上往下慢慢移动就好了，它会随着扫描自动构建出一个立体空间中的复制品。有的时候呢，它在动，我的手也在动，所以模型本身是会晃来晃去的。但是 Range 3D 的自动追踪性能呢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它都能通过物体表面的特征自动去连接在一起，很少出现有错位的问题了。当然也不是没有啊，但是我发现这种情况后呢，会通常暂停扫描，然后后退几步，删掉错位后再继续扫描。另外有些隐藏的比较深的细节也是需要多次扫描才能够成功的。总之，这个过程既充满惊喜，也充满惊吓。熟悉和练习依然是很有必要的。扫描完之后呢，它是以工程文件的形式保存在我的手机里面的。虽然手机里面也是能够进一步进行处理的，但是我会更习惯用电脑。只要保证你的手机和电脑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呢，就能够一键从手机将工程文件发送到电脑上面去了。同样，电脑版的 RevoScan 呢也很小巧简洁。如果你有一定的3维基础，几乎是没有什么上手时间的。当然，稍微处理之后呢，还是会用
用到一些其他的更加专业的三维软件进一步处理才行的。比方说我的这个斗牛犬啊，除了底部因为扫描步道没有封闭以外呢，其他有些地方还是有些缺失的部分的，你必须要将它们补好才是能够打印的。所以说啊，这款 3D 扫描仪呢，并不是毫无门槛的啊，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要先掌握了，用它才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嘛。在这儿，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一个粉丝啊，三维建模雕刻 Kim， 这个模型的后期处理呢，就是他来帮我完成的，真的是很棒啊。好，后面的环节就很丝滑了，最终这个桌面型的斗牛犬音箱便诞生了。银色的材质非常酷炫，要知道原版斗牛犬要是你选择的是银色涂装的话，还要加好几千块钱呢。你看我这出生就带银，简直是天生高贵啊。底座上的这些孔呢，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作用的。就是想增加一些细节啊，减少一些单调。底壳是通过这几个卡扣固定在底座上的，可以非常方便的打开和关闭，于是就能经常欣赏这音响当中最有魅力的面包板了。你说谁家的音响里面还能有块面包板呢？对了啊，有没有注意到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马登工装，他们家服饰的特点是至高价优。像这件重磅的工装夹克，看起来和摸起来都是相当的扎实啊。五金配件又很精致，价格却只要10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很适合像我这种喜欢点复古又时不时需要撸起袖子加油去干活的人，推荐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企鹅走路摇摇摆摆、憨态可掬的样子，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动物。企鹅中体型最大的是帝企鹅，平均身高1.1米，体重35千克以上但是前不久，新西兰发现了一块企鹅化石，经过研究，这只企鹅生活在5700万年前，身高1.7米啊！记住1.7米啊，体重竟然有300多斤，它的重量比篮球巨星大鲨鱼奥尼尔还要重啊！所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在一个海滩之上，一群和人一样高，但是比人还要魁梧的多的巨型企鹅们向你走过来，你是觉得它可爱呢，还是觉得它恐怖呢？8成你会撒腿就跑吧，毕竟企鹅呢，它可不是吃素的哦。古生物学家将这次发现的企鹅命名为浮氏巨怪企鹅，它是由新西兰蒂帕帕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艾伦·坦尼森发现的。当时，艾伦与儿子前往新西兰南岛东海岸游玩，他们探索到一处被侵蚀的巨石时，发现了这些来自5700万年前的企鹅化石。这尊庞然大物彻底就刷新了人们对于企鹅的认知啊！从它的命名也不难看出来它庞大的身形仿佛已经被归为怪兽的行列了。值得一提的是科研人员发现的这具企鹅化石只是个体。至于它在同类当中的平均身高，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如果它只是种族里面的佼佼者，那么浮氏巨怪企鹅将会更加的巨大。但与现代企鹅相同的是，浮氏巨怪企鹅5700万年前就已经不会飞了，它们的身体形态依然在水中是更加占据优势的。更大的企鹅就能够捕获更大的猎物嘛。浮氏巨怪企鹅生活在白垩纪晚期，恐龙就终结在这个时代无数体型巨大的恐龙及爬行动物彻底灭绝，没有了对手的浮氏巨怪企鹅呢，就成为了海洋当中的顶级掠食者，体型迅速大型化了。这是关于浮氏巨怪企鹅体型巨大最靠谱的猜测之一了。研究人员发现和当今的企鹅相比，浮氏巨怪企鹅可以潜入更深的水域，并找到现存企鹅无法获得的食物。但我们能不能就大胆的猜测一下呢？浮氏巨怪企鹅其实并没有灭绝只是生活在一块神秘的地带，还没有被我们发现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这是一个旋转爆震火箭发动机的模型，外壳呢被我切去了一半，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演示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了。当然事先我要特别声明一下，它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演示模型，跟真实的旋转爆震发动机呢肯定是千差万别的。因为我也没有见到过真的嘛，所以只是基于我对它的调研和理解来制作的。大家看着玩玩就行了，有错误呢就帮我指正，有资源的就可以帮我去联系真的看看去哦。好，回到它的身上，所谓旋转爆震，指的是它跟普通火箭发动机喷出燃料的方式和燃烧燃料的方式呢都是不一样的。先来看普通火箭发动机是怎么做的燃料和氧化剂呢会从发动机的顶部连续的喷出去，在燃烧室中混合，并由同样连续点火的点火器点燃燃烧。但点燃之后的火焰前锋必定会跟混合好的燃气前锋有一个错位。如果想要将这些燃气完全燃烧，则火焰前锋必须要追上这些燃气前锋才行
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绝大部分的发动机里面的火焰前锋到最后呢都是追不上燃气前锋的，于是就会有一部分的燃料被白白的浪费掉了。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火焰前锋的速度低于1马赫时，此时的燃烧呢被叫做是爆燃。而只有当火焰前锋的速度更高，比如大于甚至是远大于1马赫时，它才有可能会追上燃气前锋，尽可能的使它们充分燃烧。而此时的燃烧呢就叫做爆轰了。当然人人都喜欢爆轰啊，因为它大大提高了燃料的效率嘛，起步至少就是个5%。5%好像不是那么高的样子啊！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土星5号火箭第一级装满燃料之后的重量大约是2200吨，其中燃料的重量就有多少呢？2060吨啊，占了整体质量的93%还要多。如果这个时候用上旋转爆震发动机，哪怕燃料效率只提高个5%，其质量就能减少大约103吨，活生生的就省出了好几枚猎鹰9号的干重啊！夸不夸张啊？但想要引发爆轰所需要的能量非常之大，而且至今人们对于它如何启动的底层逻辑还是没有掌握的有多么透彻的，只知道如果给它足够多的时间和空间的话，它自己就能把自己逼上极限了。比方说用这样的又长又细的管子来作为燃烧器，在这个里面燃气喷出被点燃之后，一开始的方式还是相当传统的爆燃，但是随着火焰和燃气一并以极高的能量往后面进发呢，在某一时刻爆燃就能够转变为爆轰了。于是，在冲出喷口后，就带来了更多的推力。这样的发动机呢，叫做脉冲爆震发动机。虽然听上去好像比普通发动机要来得高级多了，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脉冲这2个字上。因为每一次点燃之后，都需要等待这一次的燃烧从爆燃演化到爆轰，再等着这些高能废气全部从管子里面喷出去之后，才能开启下一次的循环。所以它所能提供的推力呢，并不是连续的。而且其实在此过程中的浪费也不少啊，效率说实话是没有提高太多的。同时它还有第2个硬伤，虽然结构简单，但是也很占用空间啊。长管子是它的刚需，你必须要为它找出一个放得下它的地方才行嘛，硬生生的将其伸到外面去，像什么话呢？所以你看啊，不连续要长度，这2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手段呢？当然有啊，工程师那么聪明，一想，我把笔直的跑道给你头尾连在一起，掰成环形，不就等于是长度无限了吗？然后我为这个环形的跑道准备一个环形的排气口，不就能让爆轰之后产生的废气沿着垂直于我燃烧的路径排出去了吗？不影响我一直燃一直绕圈圈了呀 ，perfect。所以咱们来看看模型啊。在旋转爆震发动机的底部呢，是有这样一圈的喷口的，它们会依次喷出燃料与氧化剂的混合燃气，并在一开始点燃之后呢，沿着这条跑道转起来。与此同时将废气连续的从尾部的喷口喷出去，制造出比普通发动机要大得多的推力，简直结构简单，原理清晰啊！但就是怎么也造不出来，直到最近。是的啊，其实旋转爆震发动机的原理呢，早在上个世纪人们就知道了，甚至在 NASA 设计和试验他们用在土星5号上面的那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的 F1 发动机时呢，还意外引发了旋转爆震的现象。只是那个时候的他们呢，是想尽了办法想要避免，而如今呢，则是想尽了办法要利用啊。其实之前造不出来的原因呢，也很简单，材料、工艺和计算机仿真都是不行的嘛。你以为让火苗子在这个圆环上以超音速稳定的跑起来很简单吗？完全不是啊，它超难，每一个节点都相当的重要。要不是现在有了强大的计算机仿真，很多它在里面发生的事情呢，人们都是搞不清楚的。比方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是1个火苗子，有的时候呢又是2个、3个？为什么有的时候这2个火苗子能够相安无事、间隔稳定的在一起跑，而有的时候又是你追我赶碰到一起就变得不稳定了呢？总之不断的用模拟来试错，总是好过不断的将真的发动机给炸飞吧。另外，材料也很重要。刚才我们也说了爆轰的能量极其之高，普通的材料是完全 hold 不住的。NASA 之前刚刚连续试验成功的旋转爆震发动机呢，用的就是一种全新开发的铜基合金，并且还使用了 3D 打印才能够加工成功。为什么要用 3D 打印呢？咱们来细看一下这些燃气喷嘴的构造取一个出来，喷嘴里面的泡面是这个样子。有熟悉它的朋友吗？好，咱们放大了一下看看你看这个上面呢，就是这个喷嘴的出口了，里面一左一右分别有2根输气管，它们会分别将燃料和氧化剂注入到燃烧室里面。它们的造型是不是有点挺特殊的呢？
懂的朋友肯定已经知道了，它们叫做特斯拉流体二极管，或者我们更熟悉的是特斯拉阀。它这样的特殊造型呢，有助于让流体单向流动，而不使用任何的移动部件。在这个旋转爆震发动机里面，由于火焰的移动速度极快，燃气的喷口呢就需要在几毫秒内实现开闭的动作，并且还要在此过程中抵抗废气往里面倒灌嘛。常规带有活动部件的单向阀是根本无法满足这种极端的要求的，只有上特斯拉阀了嘛。但是这样的特斯拉阀传统要怎么去加工呢？去车、去铸、去切削，几乎是没有可能性的嘛。而 3D 打印就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吧。对了，如果你对特斯拉阀还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可以去看看我早期拍的一个视频啊，或者可以积极的给我留言啊，我可以送你们几根这样的特斯拉吸管了。正好夏天就快要到了啊，用它来喝饮料，你就能够亲自感受一下这两端它的吸力是不是一致的，就能够有更深的体会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模型发动机啊。你注意到它的喷嘴的形状了吗？它采用的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型拉瓦尔喷嘴，而是一个气间喷嘴。当然，由于旋转爆震发动机需要一个环形的燃烧室，套在中央的气间喷嘴呢，就很自然的成为了它的最匹配的喷嘴形式了嘛。而且气间喷嘴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它可以在更大的高度范围内更加有效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发动机为了让它最有效的工作我们是希望喷嘴出口处的排气压力正好就等于外部的大气压力的。如果外部大气压力高于排气口处的压力呢，发动机就会在过度膨胀的状态下运行，此时喷出的气流会与喷嘴分离，造成能量损失。而如果外部的压力低于排气口处的压力呢，则发动机会在欠膨胀的状态下运行，此时的喷出气体会马上向外膨胀，也将导致能量的损失但想要实现这样的平衡，我们就必须要随着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和外部环境来随时改变喷嘴的形状才行。战斗机的喷口是可以这样调整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比较小嘛。但是火箭发动机的喷口怎么操作呢？太复杂了。但是你反过来看气间式的喷嘴呢，它的确是有点像是把传统的喷嘴整个从里到外给翻出来用在海拔较低、外部气压较高的时候呢，排气被压缩到气嘴上，而气嘴呢则可以重新将这些排气定向为笔直的向下，没有分离，就没有额外的损耗。而在海拔较高、外部气压较低时呢，则排气会相应的膨胀，压缩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依然会沿着气嘴笔直而下，还是没有带来损失整体的适应性就更强了，的确是旋转爆震发动机的绝配当然原理搞懂离实际应用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的，想要让火苗子在这个圆环上面稳定的燃烧，还是有很多的研究要去做的。只能说离它去改变我们的传统太空探索方式呢，也许已经不久了。在地球上，西伯利亚给人们的印象呢是寒冷和空旷的，但是就在几年前，被冰雪封存了数万年的动物竟然在这里复活了。切尔斯基呢是俄罗斯东北部的一个城镇，位于西伯利亚冻土带，面积和法国相当，是地球上最为荒凉的地区之一了。在这里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冰雪世界当中度过的。镇上的居民仅有2万，他们以放牧驯鹿为生。驯鹿的蹄子呢是很适合在雪地长跑的，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极寒气候里面生存的动物了。驯鹿也因此荣幸地被圣诞老人选中，担当起了给圣诞老人拉雪橇的重任。切尔斯基呢，历来以酷寒得名，曾经也因此被选为战俘集中营。在这里想要困住犯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因为监狱之外冰天雪地，犯人无处可逃嘛。在监狱里面丧人活命，踏出监狱的大门，寒冷与饥饿交加，想生存下来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如今战俘集中营消失了，但是这块土地呢依然像禁地般的存在，极少有外来人口涉足。但是对于科学家而言，该地区呢可能会对探索地球的未来起到关键的作用因为切尔斯基已经渐渐失去它最初的模样了。科学家在这里进行生态实地调查时，无意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线索。冻土带融化的速度呢，比预期的还要快得多。几年前，切尔斯基镇上的一栋大型建筑突然就垮塌了。调查发现，坍塌起因是一片深达40米的永久冻土融化了，松软的冻土呢就无法支持地基，导致了整栋建筑物垮塌。但这个不是个例科学家用钻头钻了几米的地下，竟然发现了浓浓的泥浆。这就让科学家们难以置信切尔斯基可是世界上最冷的地区之一
即使在春季，地面以下的土壤也都常年处于冰冻的状态。这座城市完全就是建立在永久冻土之上的，要是冻土融化了，它也将随之坍塌不复存在了。小镇岌岌可危，但与之相比，更可怕的事情也在同时发生啊！甲烷是地球上温室效应最强的气体之一了，每分子甲烷的吸热量呢是二氧化碳的21倍。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当中的甲烷含量是世界陆地甲烷总量的1/4。自上个冰河世纪以来，西伯利亚地区的甲烷就一直被封在永久冻土层当中。1万年前至今，只有极少量的甲烷会从这块冰封的土地下面逃逸出来。但是好了，现在这里的湖泊呢正在渐渐融化，甲烷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泄露出来了。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加速气候变暖的恶性循环。一旦酝酿已久的甲烷找到突破口，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外排放，永不停歇啊！随着西伯利亚冻土层的融化，冰封在冻土层下面的史前生物遗骸也重见天日了。西伯利亚呢，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啊，把死掉的动物急速的冷冻起来，于是就比较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嘛。猛犸象、野牛、洞穴狮。封存了数万年的古生物呢，再次现身了。科学家甚至在坍塌的冻土层当中找到了几只被封存了4.2万年的线虫，将它们带回到了实验室里面解冻之后呢，其中2条线虫竟然活了过来了。哎呀，西伯利亚永久冻土温度正在升高，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事实嘛。2020年6月，西伯利亚的一个小镇竟然出现了38°C的高温，这比我们国家夏季气温还要高啊！这些画面啊，都再次勾起了人们对于极地冻土加速融化的担忧了。北极永久冻土到底还能撑多久？北极动物的最后一片家园在哪里？要是再往下问，地球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呢？《西游记》里面有个片段，你一定印象深刻。唐僧师徒4人呢，在车迟国遇到了危险，国师虎力大仙要和他们比砍头。哎呀，这可把唐僧给吓坏了啊！但是孙悟空一脸轻松地说：“哎，我来，我来！”还心急地催促刽子手：“快点，快点啊！”一刀下去，猴头落地。但是很快，悟空的脑袋又跑回到他的脖子上长好了。孙悟空这超强的可再生能力，恐怕只有神话故事里面才能看得到啊！但是在大自然里面，还真的有一种动物比孙悟空更加厉害啊！它的头要是掉了，甚至都不需要再重新连接，自己就能够再长一个出来了。这个就是自然界的不死之躯——涡虫了。涡虫喜欢生活在小溪流的石块之下，这种动物呢长得一点都不起眼啊，像是一条被砸扁了的蚯蚓，头顶上长着2只诙谐的小眼睛。如果你捞到一只涡虫，你就可以复制粘贴一群涡虫了。方法非常简单啊，只需要用刀把涡虫切成 N 段就可以了。1个晚上的时间呢，它们的伤口就会愈合。7天之后，每一段涡虫都会长出新的眼睛。12天之后，涡虫开始正常排便。3周之后呢，你将得到一群完整的涡虫了。这还不是涡虫的极限操作啊！1898年，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为了研究涡虫的再生能力，将一只2厘米长的涡虫呢切分成了279段，每一段细到了就如一根头发丝那样的粗细。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啊，这279段涡虫居然全部存活，再生成了279只新的涡虫。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发现了涡虫强大的再生能力，但是受到技术所限啊，涡虫研究进展得很慢。科学家并不知道藏在涡虫身体里面的究竟是什么秘密。渐渐的，科学家发现呢，被切割的涡虫不仅能够再生出完整的身体，切割下来的每一段身体竟然还都具备生物记忆了。这个发现呢，来自于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麦康奈尔教授。他对一只涡虫进行反复的光照训练，使得涡虫受到强光照射时呢，会产生身体收缩的条件反射。之后他将涡虫切割成为2段，等待涡虫再生出完整的身体之后，再次分别进行强光照射。他震惊的发现啊，由涡虫尾部再生出来的涡虫，在受到光照之后呢，也竟然产生了收缩身体的条件反射了。这就说明没有大脑的涡虫残体也继承了切割前的记忆。随着研究的深入啊，科学家发现涡虫在真空环境中依然能够实现再生。被送上太空的涡虫片段，有些甚至在一头一尾各长出一个头来。对它们进行切割之后呢，再生出来的依然也是双头涡虫。
这么说吧，一只涡虫无论你怎么切，在什么环境切，它们都能实现再生。不管你是把它切成正方形、三角形、菱形还是多边形，只要你不把它榨成汁儿，它们都能再生出来完整的身体组织啊。涡虫强大的再生能力呢，要归功于它们体内成熟的干细胞群了。这种细胞在生物界被称为是万能细胞，它们具有超强的分裂能力，能够实现无限次的自我更新。当涡虫身体缺失时呢，干细胞能够通过多项分化来修复器官组织，甚至通过分裂可以产生特定的分化细胞，再生出体内的不同组织器官，完成身体的再生啊。涡虫能够反复多次的完成这件身体重造的大工程，正是因为它体内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了，足以支撑它经历上百次的切割之后，依然能够再生出新的完整身体。那么问题来了，被切割的涡虫片段在器官再生的过程当中，如何感知头应该长在哪儿，尾巴应该长在哪儿呢？它是如何定位这些缺损组织的具体位置的呢？2020年啊，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彼得·雷迪安发现了涡虫体内的一种新的细胞，叫做基路标细胞。这些细胞呢，就像涡虫体内的指挥员，哪个位置的组织缺失了，指挥员呢就会引导干细胞到这个位置开始分化，使干细胞忙碌的有纪律、有方向。科学研究表明，涡虫的基因与人类有超过85%的部分呢是相同的，所以人类能否借鉴涡虫实现永生呢？显然，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上呢，是无法实现的啊。尽管涡虫体内的干细胞在人体内也是有的，它们被称作全能干细胞。这些全能干细胞呢，也能分化出人体内的各种器官组织。但是人类的全能干细胞只存在于短暂的胚胎发育期间，胚胎发育成型之后，人体内的全能干细胞就不复存在了。而涡虫体内的干细胞呢，则不同啊，它们占据了涡虫体内很高的细胞比例，并且存在于涡虫的整个生命周期当中。虽然暂时人类无法复制涡虫的再生能力，但涡虫对人类医学研究具有重大的作用了。科研人员可以通过涡虫清楚地知道身体组织再生时经历了什么，从而受到启发，构想出能够安全取代人类器官组织的方法。所以有一天啊，涡虫再生的功能被人类复刻成功了，人类可以轻松地实现器官组织的修复，甚至是实现永生了。你到底是会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呢？ ChatGPT 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它能帮我写文案吗？答案是当然可以啊，如果我的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来实际看一个例子啊，这是我头条号后台的消息中心，每天呢它都会给我推送所谓的专属热门话题。虽然我之前也的确是参与过啊，但实际发现一点也不热门啊。不过今天无所谓啦，咱们随便选一个让 GPT 来写写就是了。即使不热呢也不亏嘛。那就这个吧。远古海洋当中有哪些神奇生物？好，打开 GPT 输入问题。这里要暂停一下啊。这是很关键的第一步，也是我们需要长期学习和训练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如何问出好问题？其实就跟所有的交流一样，提问的高度呢，决定了回答的高度。哪怕对方再怎么智慧，你问了一个烂问题，也是不会得到一个好答案的。所以 GPT 第一个干不了的事情也就出来了，它是没法帮你提出问题的。你看 battle 还没有开始，你的工作就已经保住了。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会担心失业呢？因为在平常的学习和工作当中呢，我们大多数人都只会听指令，而不是问问题嘛。AI 来了，自然就混不下去了。学会提问，你就不会担心了。好，咱们再回到 GPT 的界面，你的问题呢，应该是越具体越好。最好是把你希望他回答的答案的范围都给框出来，这样的话效率就会更高了嘛。比如这里，我希望让他给我举5个例子，我希望多听听故事，而不是一堆的学术名词的堆砌等等。来看看他第一遍的回答啊。三叶虫、海蜇、苏虫、菊石和鱼龙，每一个都首先做了简短的介绍，然后呢也告诉了我发现它背后的故事，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启追问模式了啊。基本上我会在他的回答里面找到一个我感兴趣的点，或者是我不太清楚的点，然后不断的问他，将这个点慢慢展开成能够让我完全明白或者是完全满意的地步。比如他一开始给我讲的第5个例子，鱼龙，就是一个我以前的知识盲区啦，也是我光听名字就想要去了解的一样东西，所以我就让他再多给我讲讲有关鱼龙的部分。你看
结果非常棒啊！基本上看过这段文字，鱼龙是什么、长什么样、生活习性和发现过程，咱们都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然后我发现啊，他讲到了鱼龙其实不是鱼，而且生存时间跟恐龙是有重合的。这就引起了我的强烈的兴趣。于是我就继续问他啊，鱼龙跟恐龙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他的回答也是比较令我满意的，将他俩之间的相同和不同呢都做了总结比较，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信息。于是咱俩的对话呢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我突然就蹦了一个脑洞。如果人类可以坐上时光机器回到几亿年前，这两种生物在远古海洋当中相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好，让他写给我看看啊。说实话还是挺有想象力的，而且还编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啊，有的真的是蠢到让人发笑啊。比如我让他加入浪漫的成分，他就给故事里面加入了一个女主，而且还是有名有姓的啊，而且还每个都有不同的性格，到最后科幻故事活生生变成了童话故事，鱼龙也变得有感情了，真的是太搞笑了啊。然后还有这段，估计他想满足我关于现代人类碰上远古生物这个点子啊，所以就加入了一个道具进来 ，LED 灯，而且鱼龙还非常的喜欢这个 LED 灯，你说是不是相当搞笑呢？我觉得啊，即使你不把 GPT 当作效率工具，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娱乐工具来用一用的。当然，你可以看到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犯很多的错误，有答案直接跑偏掉的，有基本逻辑都是不通的。比如鱼龙明明就是生活在海洋里面的，它给我来了一句翱翔。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啊，它最致命的问题，恰恰也是它最大的优势是。这个家伙的思维实在是太发散啊！他前面一个回答可以跟后面一个回答完全就没有关联，也就是说呢，是没有所谓的逻辑一致性的，感觉就像是他的脑子在漫天的飞舞，飘到哪儿，他就打到哪儿，连他自己都是无法控制得住的。当然，也许他本来就不该控制啊，所以。GPT 能做和不能做的第二点就来了，它能够在一次次的对话当中帮我们在各种相关和不相关的知识领域里面搭建链接，可以给我们相当多的启发。假如原本你的提问只是一个平面上的点的话，那么最后可以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立体空间里面的球了，包罗万象的球啊。但是这个球的哪个部分才是你真正需要的，还是要靠你自己去拿，然后呢自己去修整。所以总结一下，头和尾这两个最重要的工作呢，它是做不了的。中间它则可以是一个任劳任怨，怎么骂都不会甩脸子，还脑洞奇大的优秀员工了。用得好，一定是个效率神器。实际上，我最近的几篇文案里面呢，都有他的贡献啊。最多的时候，甚至有8、9成都是直接就用了他写的；少的时候呢，也有差不多一半来自于他。假如以前我一天只能写1篇文案的话，那么现在我要是勤奋一点，写3篇完全就不是问题。最后，咱们还是把今天一开头的例子做完掉吧，稍微整理总结一下，再让 GPT 抓个关键词放到 Midjourney 里面生成一幅惊艳的配图，然后这篇图文就可以直接发出来啦。让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起飞至少需要多长的跑道？答案可以是0。其实也不奇怪啊，因为像 F-35或者是耀式这类可以旋转喷嘴的战斗机呢，是能够直接垂直起飞的嘛。但是啊，对于一架喷口不可动的上个世纪生产的2代机而言，比如洛克希德的 F-104，它也能够将起飞所用的跑道降为0吗？实际上还真可以啊。而玩出这个花活的就是历来不喜欢走寻常路的德国人了。咱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啊。首先，一枚固体火箭助推器呢，会与机身呈20度的角度固定在 F-104G 机身的下方，长4米、直径74厘米的它呢，重约1900公斤，点燃之后能够提供大约12万磅的推力，并持续8秒钟。当然，在点燃它之前啊，飞机本身还必须要被架在一个同样上翘了20度的发射支架上。飞行员先是启动 F-104G 自己的发动机，将油门推到最大，加力燃烧也一并开启，然后再摁下助推火箭的点火按钮。在两者的合力之下呢，飞机就能够一头炸向天空了。8秒钟之后，助推器燃烧完毕。此时的 F-104G 已经升到了大约120米到210米的空中，距离发射架呢已经飞过了600米，并且已经获得了463到64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丢掉废弃的助推器，它就可以自由地飞向目标了。你看全程不见任何的跑道，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起飞方式呢，叫做 ZELL 零跑道起飞。看起来呢是非常的酷炫啊。但显然德国人一定不是因为酷炫才会用它的啊。实际原因是这样的：在冷战期间，德国更具体讲呢是西德
面临着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作为北约成员国，西德军队需要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以应对苏联可能发起的任何进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西德空军比谁都更需要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迅速起飞进行战斗巡逻或者是空中拦截的战斗机嘛。而来自洛克希德的 F-104正好就是这么一架拥有优秀的机动性能和高空性能的飞机了。它的最高速度超过了2.2马赫，可以快速飞越战斗区域。此外 ，F-104呢还拥有出色的声线，可以飞到2万米以上的高度，这就使得它可以轻松的在高空中进行侦察和监视任务嘛。妥妥的就是西德空军的最佳选择啊。然而，德国的许多机场呢都是位于城市或者其他有限的空间之内的，很难满足 F-104等战斗机正常的起飞和降落的需要嘛。另外苏联的导弹技术也是越来越发达，对于德国的空军基地就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此，德国军方需要一种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快速起飞的方式了，从而保证空中力量能够获得快速的反应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零跑道起飞技术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了。它可以让飞机在任何空地上起飞，大大提高了德国空军的灵活性和战斗能力嘛。而且从此也不再怕敌人专门对咱的跑道下手了。因此德国空军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积极探索零跑道起飞技术，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和测试，最终成功的将 JATO 也就是喷气式助推起飞火箭系统应用在了 F-104战斗机上，为我们带来了这些宝贵而魔幻的画面。并且为了追求更高的机动性以及解决一些零跑道起飞的固有的缺陷，比如它对侧风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德国人还研发了该系统的移动版本，不光可以固定着打，现在还可以跑起来打了。真的就是把发射飞机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灵活了，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脑洞啊！但是如此之好的起飞方式却很快就被叫停荒废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看起来很美好，用起来很糟糕嘛。几个方面首先，在这种起飞方式下呢，飞机是无法携带足够的燃料和武器的，这就限制了它的作战半径和作战能力，使得它不能胜任一些关键的任务嘛。其次它还存在着一些非常严重的安全风险，由于起飞时的加速度会非常的迅猛，使得导致飞机出现不稳定的情况，甚至会出现事故。而且它也强烈仰仗于助推火箭的工作状态啦。要是点火发生故障，甚至点火时间过长，都可能会导致发射失败，进而造成事故。然后它的维护和准备也不像想的那么简单嘛。把这么个带特殊支架的火箭装到飞机上本身就不容易了，还要连带它和飞机一块再装到专门的支架上面，就更是一项复杂的挑战了。装上去之后，你还要存放，你还要看管，你还要维护吧。由于其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些飞机分散在国土上的各个角落，所以这些后勤保障呢就会被拉得庞大而且昂贵，支撑起来呢就相当的不易啊。最后还有一个逻辑一开始估计德国人也没有想通我有了零跑道起飞的飞机，在基地和跑道都被敌人给炸掉之后呢，还能起飞去以牙还牙，这挺好但是他们报复完之后还回不回来呢？尤其是考虑到 F-104那捉襟见肘的作战半径时，难道要把它们全都变成是一次性的吗？不现实嘛。所以这个计划从一开始起呢，就是站不住脚的，你压根就不能这么考虑问题嘛。所以很快带着助推器的 F-104就消失不见了。最后咱们再说一个好玩的，虽然我刚才夸了 F-104它飞得高又飞得快，但是这架飞机同时也是一架缺点非常明显的飞机了，它的燃料经济性很差，需要大量的燃料来保持其高速和高空飞行，因此其航程较短。此外，由于其高速和高机动性，就让 F-104在低空飞行时变得极其难以操控了。曾经为此发生了很多起的事故拥有非常糟糕的安全记录，被称为飞行的棺材。其驾驶舱的绰号呢也好不到哪儿去许多飞行员都称其为绞刑架，就因为它太狭窄了嘛。但是偏偏这么个本身就很危险，还再带上个更加危险的火箭发动机，以如此危险的方式射向天空的零跑道起飞，却在数百次大规模的试飞试验当中呢，保持了零事故的记录，实在是安全的有点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最终把它取消呢，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可惜